大家好，如果您有换盆或是盆栽移植的需求呢，当遇到这种陶瓷花盆要移出时呢，难度就会相对较高了。不过呢，现在来分享一种方式这也是盆栽土壤板结严重时呢，或是一直很难浇透水的时候的急救办法。由于呢，陶瓷花盆呢，或是比较硬的外壳的花盆没有办法从侧边去推压花盆以至于呢，要让盆栽土壤脱离紧贴的花盆就很不好使力。此时若能先将盆栽浸泡到水里让内部的土壤呢吸饱水之后呢，要移出植栽呢就会相对容易许多了。在等待浸泡水的时间呢，先来处理这种塑胶花盆如果一开始呢就知道未来会有移盆或是换盆的需求呢，先寄养在这种塑胶花盆日后就可以相对省事不少了。主要是这种花盆呢，它侧面并不是平整的平面另外呢，这花盆下方呢还多了块垫片额外的好处是呢，如果移植前呢要修剪整理下方的须根也会比较容易当然之后若没有移植的需求呢，则在一开始种植时呢，透过巧思加入碳柱的安排呢，也是可以减少土壤板结的问题这在七里香花盆呢，黄叶处理有实际操作了，事后如何补救的办法有盆栽黄叶救治需求呢，或是想预防的观众朋友呢，就可以参考看看。由于取出植株后呢，它的细根结构非常完整可以简单的对根系做个修整不用担心会严重影响或伤到植株不信的话呢，先让你看一下日前移植后的现在生长状况修剪的动作呢，除了移植时会比较好种之外呢，因为本来在盆栽里呢，根系的生长空间比较小会发生一些缠绕的现象既然现在有更大的空间那就修掉一些细根让细根重新生长，可以省去解开这些缠绕细根的麻烦而因为花盆的结构是长条的所以直接用圆锹将植株土块切开即可但记得除非土壤有很大的问题要顺道把土换掉不然千万别把土都敲碎这只会是自找麻烦而已。而由于选择的种植位置呢是在边坡上除了希望护住土壤呢别往田里崩落外呢，也希望浇水或是遇到下雨时呢，水别直接往下流这样会比较容易控制下方的蔬菜的湿度外呢，也可以减少边坡上长草的机会因此呢，种植时呢，就直接将边坡的高度略微调高日后浇水呢，就浇在这沟槽除了省事之外呢，边坡保持干燥呢，也是可以避免长草在花盆浸泡的时间呢，因为看到这花盆里还有冒泡的现象冒泡的情形呢，意味着水仍未将空隙都填满所以呢，就又先去移植了五彩桂花桂花移植的影片记录呢，已经有先上传了而观察这浸泡的过程呢，其实又多了一些想法在刚将花盆摆入水中时呢，就发现有大肚鱼游过来在花盆附近呢不断环绕游动着这种现象呢，更让人想在水里种点遮阳的作物其实之前曾经在水里
种过一盆满满的水草了，但是隔日一来呢，水草被吃到一根都不剩哦。水里的花盆呢，很夸张的只剩怎样满满的福寿螺了。然而整个环绕水池呢，却还可以维持满满的大瓶呢，就可以知道大瓶的繁殖速度有多快了。也因此呢，大瓶如果可以好好利用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也是会把大瓶拿来充当草木灰或是隔离层使用的原因啦。至于要浸泡多久呢？这跟花盆内的土壤结构不同而有所不同啦。不过呢，这可以透过直观的方式来决定浸泡的时间。当水里的花盆土壤冒泡的现象变少了就可以移出水里来进行取出七里香的植株了。因为这花盆内有2颗七里香所以必须先将土呢做个切割也是将植株底下缠绕的细根呢做个简易的分割由于这土已经泡得很湿了，分别取出的过程呢就可以轻松许多了。取出后呢，可以看到这细根非常旺盛之外呢，连它的主根呢也都往下钻得很深为了方便好种这2颗则是主根与细根呢也一同做个修剪因为一样是种在侧边的边坡上种植的方式也都相同就直接带过了。种完之后呢，为了方便之后可以轻松定点浇水又在这内侧呢挖出一条沟槽而挖出的土壤呢再次拿来对边坡进行修整关于内部这条沟槽呢，其实有其必要性毕竟希望可以抓住边坡的土壤，上方浇的水或是雨水呢，也不想从边坡流下田里而这侧的土壤比较厚也可以吸引根系往这侧跑了，让抓地力呢可以更为强劲毕竟呢，总不希望遇到台风呢就得做一堆善后的工作不知是否会想太多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把地形融入种植的过程罢了。如果观众朋友呢，你也是想改造自己的庭院改造之前呢，多想一点，日后就可以偷懒省事一点了。当然呢，如果你想种植的位置呢，只是平地或盆栽或只是想要消磨时间呢，当然就不需要想这么多了。而虽然从盆栽取出时的七里香呢，都带有许多土壤但是种植完呢，把土壤压实、踩实的动作呢，还是做一下会比较好了。而为了让水吃进去选择浇完水之后呢，才进行踩实的动作了。如果观众朋友呢，你很认真的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哪一个盆栽移盆的效果会比较好呢？20天后在定点浇水处呢，多放上一块垫板避免浇水时呢不断冲刷同一个定点从长形花盆移植出来的七里香呢，目前看来还在适应调整中但经过泡水的七里香呢，感觉面对新环境反而适应得很好，一株已经要进入开花期了不过呢，这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本来种在后院几乎都没有在浇水的恶劣环境虽然经过这样的折磨却比原来的环境好太多了。谢谢收看。